你好，这是静姐蝴蝶兰，和静姐说话是同一个作者，不是盗版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算是对静姐说话那个频道里的25012那一期的一个补充。那一期讲的主要就是关于这课，这一期既然作为补充，一定有新的内容。画面里所有这几盆都是今天的演员。我们先来看这课。现在我这儿刚刚进入秋季半个月，所以故事是发生在夏季。话说今年这个夏天温度是忽冷忽热，忽上忽下，导致这棵先是在夏季出了花芽，但长着长着又改了主意，在顶端出了这个苗，花梗上出的苗我们叫它高芽。这可真是一个很高的高芽啊，直接在顶端。在它的下方还有好几个休眠芽被苞片包裹着。今天我突发奇想，如果这些休眠芽抹点催芽剂会怎么样？会长成花还是长成另外一个高芽呢？说干就干，我准备挑一个来抹催芽剂。经过一番纠结，我挑了最上面这个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也算是一个记录。这个休眠芽抹催芽剂的时间是3月15号，2025年。苞片已经取下来了，轻轻一揪就下来了。它的这个休眠芽还挺大的，我就在这个芽上抹点催芽剂。蝴蝶兰的芽，不管是苗芽还是花芽，在早期都有可能转化。主要的转化诱因就是温度，所以这棵蝴蝶兰被今年的温度给搞晕了。出花芽需要大致18度左右的低温，那段时间正好比较凉爽，夜温都在18度左右，所以它就出花芽了。但之后温度升高，它后悔了，又改成苗芽了。不过呢，同样是在温度变化多端的今年的夏季，也不是所有的都像它这样善变。实际情况是，改变主意的只有这一棵，其他的差不多和它同时期的花芽还都走在开花的路上。不过也还是有些影响，比如说这一棵，这棵的花梗就特别的短，而且只开了2朵花。它当时甚至只长了1个花苞，开了1朵之后又自己补了1个。但这个还没开花的好像没太受影响，花梗没有很短，花也没有很少。之所以会有这些不同的表现，我觉得主要有2方面的原因。一方面是温度的影响是要通过植株来实现，所以不同的品种对温度的感受可能也会有点不同。就好比环境对人是有影响的，但相同环境下长大的人不一定都一样。这个例子好像不太恰当，不过大致就这么个意思吧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自然环境下的温度变化多端嘛，当他要做决定的那一刹那的温度，说不上是什么样的。比方说，因为他觉得太热，正准备要改主意呢，忽然吹来一阵小凉风，他又觉得不改也行，那要不还是继续开花吧，或许他就没改了呢。这算是我们在家养环境下养兰花的乐趣吧，常常有出其不意的结果。好了，说完温度对花芽苗芽的影响，我们再来看另外2棵。这是那棵小万花筒，它出了高芽，但一直不长根儿，不停的在开花，甚至有一个看着明明是个高芽，却转化成了花枝。于是前段时间我就对它动了点手脚，把所有花枝的尖端都给掐掉了。我的目的自然是人为的逼着它停止开花，去长根叶。现在看来效果还是挺不错的，挺听话。那个高芽开始出根了。这个高芽虽然现在已经出根了，暂时我不会摘，估计最早也要等到明年吧。
高压如果摘得太早呢，不容易养，就像照顾早产儿，需要费一些功夫，费些心思。而晚一点摘，让它更成熟一些，摘下来之后非常好移栽。所以如果有高芽侧芽，不用着急摘。比如这个高芽，它都开了第一次花了，花谢之后我才摘，这棵完全就已经是成年株了，摘下来随便埋到盆里就行，非常容易成活。而另外2个小苗我摘早了，这还在保温箱里呢。虽然经过一番努力，大概率也能成活，但是费劲儿啊。所以高芽千万别着急摘，一定等到看起来很成熟的时候再摘。这棵的高芽苗以及其他一些发育了的休眠芽都不是它主动发育的，是我抹了催芽剂。那前面看的那个就是顶端长苗的这个苗不是我抹催芽剂，是它主动这么长的。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，看这个吗？有什么特别的？这个花梗是出在叶心里，这就是那棵出了中端花梗的蝴蝶兰。叶心里出的花梗呢，我们就叫它中端花梗。通常来说，出现中端花梗的植株呢，叶心里不能再继续长叶子了，因为生长点的最后一长就是这根花梗。长了中端花梗的蝴蝶兰植株，花谢之后通常会长侧芽，也可能在花梗上长高芽，就是它那个休眠芽会发育成高芽。当然也是有可能出新的花芽继续开花。我这棵呢前些天花谢了，于是我很好奇接下来它会怎么长呢？我们都看到了它的花梗继续往前长长，准备继续开花。从它的花开始谢那段时间直到现在，温度其实一直都挺高的，它居然没有改变生长模式，依然想开花。我甚至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给它使用生长肥了，也就是促进长根叶的肥，但它没搭理我。我已经在思考要不要把它的花掐掉，人工干预一下，但还没决定，正在纠结当中。至少今天应该不会干涉它了，先让它自在几天吧，容我想想再说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这几棵呢，在静姐说话那个频道里，前段时间都出过镜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可以到静姐说话那个频道里去看关于他们的视频。